欢迎来到刺猬帮，我是宝咖咖。你有没有遇过一个情况，桌上充电线很多、很长、很乱，让心情感觉就很阿杂？如果有一条充电线是短的，那是不是该有多好？你看，像这么长的充电线，收纳起来也很不方便。实际上，我们不需要用到那么长。像以前我在充 Apple Watch 的时候，我就把原本的充电线全部移除掉，只留下一个 Type-C 的接口。这样呢，只要再找一条 Type-C 的 USB 短线，就可以比较清爽的使用它了，而且收纳也比较方便。我打算拿一条新的原厂充电线来进行改装。虽然市面上也有各种 Apple Watch 副厂的充电线，但是依之前的经历来看，有时候时好时坏，有时候充不上去又很痛苦，所以我还是选择原厂的。所以我找了一个 USB 的公头，打算把原本的充电线缩短成10公分就好了。所以我们就开始进行改造，但没改不知道，改了才知道遇到这么多挫折。我们先把充电线量好长度，把需要的剪下来，然后利用小刀进行剥线。外层绝缘皮移除之后，我们会先看到接地的铜网，我们把铜网拨开就可以看到电线了。米黄色的是抗拉纤维，剩下的4条线就是电线了。怎么跟我预想的不一样？通常 USB 线有4条线没错，但是2条是一红一黑，另外2条是讯号线，一绿一白啊，怎么是2条红2条蓝呢？我还没有看过这么奇葩的颜色。那到底哪一条是正极，哪一条是负极，而哪2条是讯号线呢？糟糕，翻车了。这到底怎么办嘞？本来觉得很简单的，马上焊接完就可以结束了。好吧，我们换另外一种方法，把另外一端的电线也剥皮。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试看看。剥皮后，我们要小心翼翼的打开，看看它里面的电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缠绕方式可以做观察的。推下接地铜网之后，才发现这4条电线一样是缠绕在一起的。糟糕，又翻车了，没有办法从缠绕的方式来辨别。那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下一招，我们把电线剥皮，然后透过 LCR 镊子来量测 USB 的接头跟电线哪一条是短路的。怎么量都是280欧姆，都没有短路的啊。短路的就代表说 USB 头的这个接点是连接到该条线的。照理讲，其中一条线一定会是0欧姆的，但是怎么量都是量不出来。糟糕，又翻车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下一个方法。我们拿出行动电源，把 USB 插进行动电源之后供电。我们再从电线上面去量测电压，就可以知道哪一条是正极，哪一条是负极了。剩下2条就是讯号线了。怎么又量不到电压？更是翻车了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好吧，那只有下一招了。看来这个 USB 的插头一定有点玄机，我们把它的外壳剥开，看看里面长怎么样好了。我们先用超音波刀把外壳拆下来。拆下来之后，发现满满的铁壳包覆着。不愧是 Apple 原厂做得这么精致。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铁壳拆下来，而且铁壳全部用电焊焊死了。所以我们拿出小型圆锯机出来，把铁壳焊点的地方全部磨掉，希望能顺利的把铁壳拆下来。我发现火花打在手上，其实还是有点刺刺痛痛的，还好还忍得住。
看到里面的电路了，也太夸张了，里面有密密麻麻的元件，就在这么小的插头里面，难怪刚刚怎么量都是不对的。好吧，我们继续把铁壳全部拆下来。拆下来之后有发现3个焊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依序把这个焊点记下来，然后把原本的充电器再焊接回去。我们发现电路板上面有上防水膜，所以要把电线解焊之前，先用小刀把防水膜移除。移除之后，我们拿出焊锡、助焊剂，还有烙铁支架。海绵记得要加水哦。再来拿出我们的恒温烙铁，温度设定在300度。然后把原本的电线解焊下来。可能电路板原本的是无铅焊锡，所以我们要把温度提高到350度再来解焊。解焊后，我们再把原本的焊点整理一下，这就解焊完成了。再来就是把原本的电线依序缠绕起来，2条红色的缠在一起，2条蓝色的缠在一起。这里有一个小诀窍，我们可以先把电路板拍照起来，到时候焊接的时候就不会焊错了。然后把电线沾上助焊剂，再依序把电线焊回去。你有没有发现我的电线是反着焊的？这是有原因的。焊接完之后，我们再把电线折回来，这样的好处是电线在拉扯的时候比较不会断掉。然后我们插上行动电源测试看看。可以正常充电了，还好这次没有翻车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它整个包起来。我们这里用的是 UV 胶，把所有的电路板全部包起来。再用紫外线灯固化。固化后就完成了。我们再测试一次，看功能正不正常。好了，这就完成了清爽超短的充电线。你看放在桌上是不是清爽多了？空间让出来了，视觉也比较舒服，而且收纳更方便了。这条线真的很特别，所以一直翻车。但是一般的充电线用前面的方法做，其实就很够咯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